美国的盟友们不再支持白宫，民调结果披露，想玩地缘政治吗？美国要白费力气了，霸权主义已经成为过去式。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来到评股，我是易评股。今天我们要聊的话题是中美对外政策不同，东南亚各国分得清谁是伙伴，美国白费力气了。今年以来，全球地缘政治事件频发，年初的俄乌冲突爆发，近来美国议长佩洛西窜访台湾以及引发的军事对抗，也成为了世界瞩目的焦点事件。日前就有一些美国媒体注意到，在佩洛西引起的这场风波中，原本许多美国的铁杆盟友们态度好像和以前有些不一样了。以往美国在世界上可谓是振臂一呼，冲则云集，美国带头制裁俄罗斯，五手盟友也紧跟而上，一时间俄罗斯仿佛居势皆敌。然而美国的群狼战术在中国面前却不好使了。据上官新闻援引美媒报道称，普林斯顿在一份针对阿拉伯国家的民意调查中显示，被调查的9个国家中有7个对中国的支持率高于美国，剩下的2个也表示中美不相上下。报道还指出，中国已经在中东和北非地区树立了良好的国家形象，而且通过“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促进和带动了当地经济的发展。不难看出，中国和平共处、共同发展的外交政策的确要比美国的霸权主义更得人心。这份报告也对前不久台海风波中美国传统盟友阿拉伯国家一反常态的反对华盛顿给出了答案。阿拉伯联盟、沙特以及阿联酋等国相继发声支持中国，支持中国维护国家主权的正当行动。除此之外，东南亚等国也同样不赞成美国的做法。早前马来西亚国营铁路公司公布的消息称，横跨泰国、老挝和马来西亚3国的东盟特快已经在吉隆坡试运行，并且东盟特快可以经老挝中转后直接与昆明、成都等地相连。随着交通线的走站完善，中国与周边国家的联系也将更加密切。但在美国某些人的眼中，这却成了地区国家在中美之间站队的象征。和中国以实现共赢为目的的外交政策不同，美国总是喜欢把外交当成零和游戏，一心想营造有我无他、唯我斗尊的世界，而恰恰有些小国自以为傍上美国就能吃喝不愁。最近退出中国与中东欧16+1合作机制的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就是典型代表。对此，康奈尔大学教授在接受采访时指出，俄乌冲突的持续以及中美关系的不断恶化，导致某些小国会通过表演来向西方国家表忠心。对于像拉脱维亚这样的演员们，白宫虽然会给予一些赏赐，但是他们失去的却是未来的发展机遇。公开数据显示，去年我国与东欧16国的贸易额增长了大约 32%， 而与率先退出的立陶宛的贸易额仅为这筹的 0.3%。 可以想象，中国有没有立陶宛这个合作伙伴影响不大。但是为了示好美国而失去中国的立陶宛，非但没有等到美国的妯娌，反而因为在台湾问题上大放厥词，失去了对华出口商品的资格。再加上已经相当于支撑 GDP 70%的外债，立陶宛的日子要难熬了。有着立陶宛这样一个反面典型，其他国家还会相信美国的忽悠吗？此次在台湾问题上，世界各国的态度再次证明了一点，那就是得道多走，失道寡走，合作与发展将成为未来的趋势。美国再想拿小圈子制造地缘政治矛盾，怕是白费力气了。好，今天的话题就聊到这里，谢谢收看，我们下期再见。